门没锁吗？哎，回来了。哟，嘿，雨涵真是懂事了啊！买肉了，知道做家务了，懂事了啊！来，我看看，看看，嘿，你别说这块肉还真不错啊！哎，这样，咱把它分成2份，一份做饺子馅儿，另一份啊，你把它做成我最爱吃的东坡肉，怎么样？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这是？哎，嘿，看这孩子，你把肉拿了你的房间干什么去啊？啊，要拿也得拿到厨房去啊！雨涵，你就是吃独食也得把它弄熟了呀！雨涵，嘿，明日上午准时执行牢狱行动，务必趁乱干掉陆凯，不要留下马脚，要不惜代价全力以赴。大哥，人来了。大哥，我知道你是警察，我认识你，他们全都要杀你，你快跑吧！
们什么人啊？如果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你们现在就是死士了。你把那个老混蛋带走。吓死你了！带下。走走。大哥，你让我盯着毒龙，是为了借力打力，扳倒设伏，是为了这个日本老头。要不然，你觉得你们会这么容易吗？啊，千万不要小瞧共产党。他们可不是吃干饭。大哥高明，无私佩服。把那个老东西给我看好了，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他，特别是那个毒龙。他就是保密局的探子。明白了。毒龙，你这个蠢货，准备那么久的行动，竟然也能失手！长官，这次是我失职，没想到竟然有其他人对那个日本人有兴趣，竟然半路截胡。你查清楚是谁劫走龙了？现在还不清楚。蠢货，半路劫人必定会留下痕迹，这也用我教你吗？属下无能。还有那个陆凯死了没有？这次算那小子运气好，下次一定逃不了。我都安排好了，绝不能让他活着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出是谁劫走了那个日本人。老周啊，看来老姨破获的情报是肯定的，看守所日求被劫，明显是惊蛰行动的一环。对，要抓紧时间查清这个日本案犯的身份，才能知道他们劫走的这个日本战犯的真实目的。还有啊，别让陆凯那小子在看守所里放假了，让他上山查一下那些野人，让他注意安全，查到敌特消息及时汇报。好。报。哼，进来吧。周局，这次找你来呢，有2件事情要你去办。第一件事，你去转移陆凯，押送他到监狱，别带雨涵去啊，不能让他再搅和陆凯杀人这个案子。至于这第2件事嘛，你去查清楚被劫的那个日本战犯的资料啊。敌特这个时候劫走了日本战犯，肯定和惊蛰行动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要尽快摸清敌人这次行动的目的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就去吧。哎，小周啊，你去干嘛？啊，去趟看守所。去那儿干嘛？要给陆凯他们几个人换个地方了。换地方？换去哪儿？省城第1监狱。为什么要换地方？哎，看守所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那边以后肯定不安全了。我也要去。你去啊？谁去都可以，只有你不行。周局刚刚亲口说。为什么呀？凭什么？那谁知道了？你啊，去问周局吧。我走了啊，再见。这就要拉出去毙了，咋还没给口上路饭吃？确实有点吝啬。废话不要多讲，上车。
在林子那边，上！陆凯，别跑！科长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哪晓得怎么办？等着回去受处分吧。哎，我说刘宁啊，你怎么回事？啊？是人手带的不够，还是你疏忽大意、计划不周啊？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光天化日之下让陆凯跑了？啊？你怎么执行这次押运任务的？周局啊，我这次是我不好，我轻敌，我疏忽大意了。我向组织检讨，我请求组织给我处分好了，或者您扣我津贴，扣我工资好吧？你说什么？扣你津贴？你有多少津贴经得住我扣？真是，还处分？你想得美！我告诉你，如果给你处分，陆凯能回来，我马上给你处分。啊，如果扣你的津贴能解决问题，我顿顿让你吃大白菜，让你减肥。我又不是很胖了。你想胖呢你，我也得允许。我命令，马上到公共场所、车站、码头、公园，张贴通缉令，通缉陆凯，不能让他有1分1秒的喘息时间。执行。是。忙呢？呀，陈姑，哎，你又来送包子了？对呀。哎，你是去找周局吧？啊，周局开会去了。你要不有什么事情，你跟我说一样的。哦，俺给铁蛋新蒸的包子，你能帮俺送给他不？哎呀，当然可以了，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为啥呀？啊，你还不知道？你家铁蛋跑了，他现在人不在这儿，没有人吃你包子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跑了？他为什么会跑呢？满大街都是通缉令，你没看到的？他跑了。刘科长，你知不知道铁蛋跑哪去了？你告诉俺把他找回来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要知道他跑到哪儿去啊，我还满大街贴通缉令，我吃饱了撑的吗我？算了，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，反正他人也不在。哎，你这个包子是不是回去以后也就没人吃了？你要不留给我，我晚上就不用去食堂了，食堂太难吃了。不行，俺得去找周局长，俺得听周局长告诉俺他为什么跑。哎，红姑，那个包子。哟，这什么意思？姓陆的，别演戏了，该歇歇了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呢？这次你把我弄出来，就是为了挡入我们内部铺路的，对不对？你他妈就是共产党的一个探子。不过今天遇到我算你运气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我谢谢你。也就是说，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是吗？好，死没什么关系，你得让我死个明白吧。你是谁呀？老子就是要你命的杀手。这次跟着你出来，就是为了要你命的。姓陆的，知道你的命值多少钱吗？那我还真得打听打听。有人给了我10根金条，知道吗？是10根，恐怕你小子这辈子都没见过吧？
便宜了点儿，我给你15根，让我走。什么？15根？姓陆的，你说的不会是黄瓜吧？怎么会呢？快拉倒吧！你哪来15根金条？我告诉你，姓陆的，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们共产党这臭毛病，都死到临头了还不服软呢！兄弟，那依你的意思呢？何必呢？我还没问清楚呢。你就是性子太着急了。陆凯，你又杀了一个人，怪不得你在军统的代号叫刺刀呢。失手了。哟，追我追得这么紧啊？有那么喜欢我吗？你别自作多情了，你别忘了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当你和拔拉脸鬼鬼祟祟的刚走进这个旅店的时候，就有人向公安报了案。大意了。别动！我有必要解释一下，在他的身上藏着一份重要的道具，你不想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它了。给我。看清楚了，这是一份潜伏的证明，明白了？哎，别动！不是你讲点道理行吗？那是我的，给我。你别跟我废话，跟我回去。给个理由先。因为现在全城都在通缉，就算你出了这个门，你也走不了多远。是的，我是要回去的，但不是现在。那你尽管试试，看看你能不能走出这个门。哦，你好有自信啊！你别逼我，你再逼我，我现在就向你开枪。周雨涵，是你在逼我，赶紧把东西给我，要不然我就动手了。虽然打过招呼了，但是还要说一句，冒犯了。有句话，我给你提个醒啊。作为一名侦查人员，如果有一个案子的门在你面前关上了，它不见得就是锁上了。也许你往前走一步，轻轻推一下，这门也就开了，真相也就大白了。好好听着，记住了吗？周雨涵，虎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看见陆凯没有？没有，是周局长让我来的，通知你回去开会。开会？我不，我还得去追陆凯呢。哎，局长说了啊，你不回去就是违抗命令，要给你处分。处分？啊，好吧。下面我把具体的情况介绍一下。报告。人家接着说。我去看守所调查了关于这个日本案犯的情况。这个案犯的身份很奇怪，在国民党时期啊，他就被单独看押。这个我在档案室里也没有查到那个时期的口供。我们看守所的同志啊，对他进行了审查。他交代自己叫山口俊一，除此之外，也没有交代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出来。国民党撤退的仓促，大量资料流失，我们也无法
掌握更多的信息。这说明敌人呢，一直在推进惊蛰行动。而我们呢，同志们，我们必须马上改变眼下这种被动的局面，不能再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了，得想办法打乱他们的部署。大家谈谈啊，谈谈你们的看法。我建议从战犯管理所调取资料。我认为刘宁的这个方案很可行，敌人不会平白无故的劫走身份普通的犯人。周局，这是一个新的侦查方向和思路。好，刘宁，周雨涵，干什么呢？你这是？这么严肃的会你也胡闹？出去！出去！出去就出去。这什么？这个啊，这个就是导致你今天上午让我滚出会议室的东西。什么？吃惊了吧？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，也许你会更吃惊。干什么用的？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研制的微型无线窃听装置。这是无线拾音器，也就是话筒，它可以藏在任何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，用来接收声音信号。周叔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，就藏在我们625专案办公室的花盆里。这个是发射机，这个是电池，发射距离大约在50米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在贵局大院里的某一个角落，一定还藏着一个信号接收装置。而且我相信，这个藏窃听器的内鬼，一定就隐藏在咱们局里的某一个部门。这又是什么？请调报告，我要求调离市局，原因是我在这里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，能力受限，不能一展所长。请您现在就表个态吧。刁蛮无理。哎，怎么是我刁蛮无理啦？你不许指我！你要是现在不跟我说清楚，那无理的就是你。那你说说，哎，我怎么不尊重你了啊？我怎么不信任你了？您有事儿瞒着我，重要的任务从来都不给我，而且你还动不动就当众斥责我，这就是典型的不尊重和不信任。你别忘了，我也是有尊严的。作为您的晚辈和部下，我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，思考问题要缜密，处理案件要慎重，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疏忽而闹出纰漏，给您这个当局长的叔叔丢人现眼。可是您呢？您什么时候向我透露过一点消息？什么时候安排过一件重要的事情给我？从我来了之后，但凡是有一点分量的任务，都是我自己找的。要是换了别人，恐怕早就已经要求调离了。哎呦，有那小样，还真生气了，脸都气绿了。来，哎呦，来，喝点水。来，玉涵，来，喝点水，叔给你道歉啊，来。喝，还不领情？哼哼。哎。玉涵，干咱们反特侦查工作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啊？保密。对自己掌握的情报，要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，这是最起码的。是。哎呀，是。你也知道，打从你父母为革命牺牲后，组织上对你很关怀，
我呢，也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。可是关怀归关怀，原则就是原则，这些事不能混为一谈的。在这个虽然没有硝烟，但是不乏刀光剑影的战场上，从零做起，锻炼自己，尽快的成为一名合格的公安战士。你积极的工作热情，大家很欣赏。那好，既然你这么求战心切，那我就交给你2个任务。第一件，动用一切技术手段，把咱们局上上下下所有的角落都清查一遍，发现问题向我报告，能办好吗？我能。那我可以请省厅的技术专家过来吗？可以。第2件，尽快的查清张倩倩凶杀案的幕后真凶，能办好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正在等待去陆凯家乡的调查结果，我希望调查结果能印证我的怀疑。你查出什么了？周海峰同志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你可别忘了咱们的保密纪律是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的。切，要记住一切行动听指挥。这丫头。经查，山口局已被截获，是兄弟会所为。下一步如何行动？通知他，保密局二叔明天约他见面。有什么情况吗？一切正常，没什么情况。打开吧。是。保密局送来的。我看看，说说吧。信上说，国防部特派员顺利抵达镇城，要与中义兄弟会会见，并商谈收编兄弟会人员，参加保密局一事。用不着的时候又打又杀的，如今用得着了，就把我们当成香饽饽。哼，他们保密局确实了不起，特派员又如何？在我们这里，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保密局的那些破事儿。那您的意思是？不见。以鄙人之见，不见二叔不太好吧？为什么？虽然大哥现在不过问政治，可是政治会来找你，万一惹毛了保密局这些人，就会影响我们自身的安全。参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可以从长计议，保护自身安全是头等大事。况且，当然，我也只是听说。我听说这个特派二叔深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信任，说他是特务厅谍见奇才，是一位绝对不可小觑的人物。那你的意思是？见是一定要见的，不过不一定您亲自出马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快点，快！我可以借个火吗？抱歉，我不抽烟。我二叔抽了一辈子烟。你就是二叔啊？
你就是冒牌的贾会长大人吧？什么叫冒牌啊？我叫吴四，是我们会长的全权代表。那我就正式行使国防部授予我的职权了。回去转告你们会长，忠义兄弟会已被列入光复大陆特别行动组。这是伟人庄，正式任命他为忠义兄弟会会长。军衔是少将，国防部还会根据行动需要提供活动经费，但条件是会必须出示一份完整的人员名单，交予国防部备案。这个恐怕……怎么？这也会令你们会长为难吗？不是为难，是根本不可能。吴四，难道是怕暴露家底儿想留一手，还是你们是墙头草想投靠共党？我告诉你，吴四，照此下去，忠义兄弟会将会成为没人管的孩子。我甚至敢断言，不出2个月，你们就会被共产党全部歼灭。我看这样吧，你这次回去，务必让你们会长和我见一面，无论是时间、地点，还是以什么方式见面，都由他说了算。请特派员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说服他，让他与您见面。好。先生，这是刚刚有人给您送的信，您看一下。地点有变，请于51刻之际赶到兴隆绸缎庄一间，过时不候。我说，能不能再快点？我都给钱呢。好。这是有人让我给你的，你得买包烟，我才能给你呢。烟不要了。谢谢。请于6时赶于西郊黄仙庙一间，过时不候。是的。我今天来，就算是给你面子。有什么话，说吧。好吧，会长，国防部要求你们立刻听从保密局特派员我的指挥。笑话！有一个问题，我想请教一下。凭什么我要听你们的指挥啊？据我们对你的调查，你这个忠义兄弟会一直是在地下活动，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你们惧怕共产党，因此你就能成为我的朋友。
做朋友，有意思。倘若你要是冒充国防部的人，那我们的对话是不是就没必要继续下去了？我确实是国防部保密局的特派员。怎么，会长对保密局心存芥蒂？众所周知，国防部除了会干送死你去、相扶我来的事情，还会干什么呢？党国内部派系林立，时有摩擦，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。不过就眼下的情况来看，尽快的展开惊蛰行动，的确遇到了许多困难。如若你们归顺党国，精诚合作的话，这样，我想党国一定会重重的奖励你们。你说呢？这个小木匣里装有20根金条，是国防部给予忠义兄弟会的第一笔活动经费。我告诉你，我做事情从来都不是为了钱，更不想被政治绑架，替人做炮灰。我来警告你，如果你们真的想合作，就拿出诚意来。何必绕一个电料科的小行长在这里冒充二叔？马掌柜，会长，我们都是军人，各自有各自的职责和任务。不过，二叔让我问你件事：山口俊一，你把他给藏到哪儿了？山口俊一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。原来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。哼，会长，今天我们两个谈的是合作的问题，希望你能明白。行了，回去告诉你们二叔，如果怕死，就一直做缩头乌龟；如果真想合作，我们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，让我也知道所谓的惊蛰行动是个什么玩意儿。好吧，不过这个东西我是带走呢，还是留下？马掌柜，无功受禄之事，鄙人从来不干。告诉你们家二叔，一定会让他有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好吧。小六子，怎么的？立刻把这个寄到香港去。这是地址。是。刚刚收到一个情报，我们派往陆凯家乡调查情况的苏新华同志，在回来的路上，不幸坠崖身亡。有关红姑的档案也因此丢失。陆一涵，你把张倩倩被害一案的侦办情况说一说。是，这些天我把所有的物证都一一核实了一遍，得出了一些结果。第一，经过弹道检验的结果，这发子弹的确是由陆凯的配枪射出来的，但是它并没有射在张倩倩的身上，而是垫在一块枕头打在了一块猪肉的上面。而真正的那颗子弹早就在我们去医院之前就被人调了包。
从而把所有的物证严丝合缝地勾勒在了一起。第二，我曾经问过陆凯，他是如何管理这把配枪的。他说，24小时枪不离身，就算在睡觉的时候，他都会把枪压在枕头底下。他的枪什么时候才能毫无知觉地被别人拿走？只能是他熟睡的时候，有人才有机会偷窃手枪，制造假象，而这个人只可能是夜里跟他在同一个宿舍睡觉的人。第三，制造这一枪杀案件的最终目的就是借刀杀人。第二，我曾经问过陆凯，他是如何管理这把配枪的。他说，24小时枪不离身，就算在睡觉的时候，他都会把枪压在枕头底下。他的枪什么时候才能毫无知觉地被别人拿走？只能是他熟睡的时候，有人才有机会偷窃手枪，制造假象，而这个人只可能是夜里跟他在同一个宿舍睡觉的人。第三，制造这一枪杀案件的最终目的就是借刀杀人，借公安局的刀杀死公安局的陆凯，从而大大削弱了侦破惊蛰行动这一重大案件的中坚力量。综上所述，所以我认为本案的重大嫌疑人就是红姑。而侦查员苏新华在陆凯的家乡意外坠崖，更加为确立本案重大嫌疑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。局长，我说完了。文宁，到，对红姑进行24小时监控。是。我命令，全局通讯，内禁3天，所有有关625专案的情况，一律不许在通讯工具上谈及。如有行动，必须由专案组人员进行面对面传达。哎呀，大娘，起来。红姑不是说自己是之前谋犯吗？不如我们给她找点事儿干，这样也便于我们跟踪布控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让她做鞋。让她做鞋？对。春城市不是要给志愿军捐一批军鞋吗？红姑现在的剩余精力太多，与其让她躲在暗处鬼鬼祟祟，不如让她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。我觉得你这个人脑子转的还是挺快的。那是。您好，孙主任，我有件事情想麻烦您。有事情我们屋里谈。好的，好的，请。主任，俺呀现在身体恢复的完全没问题了，明天啊俺就接着炒面去，绝对没问题。没问题也不行。为啥呀？你看你刚从医院出来，怎么也能在家得歇2天。再说你家陆科长还出了点事儿。家里咋能没人呢？大伙说是不是？对呀！万一局里有事找你，你不在家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会纳鞋底儿是吧？哦，对，俺会。要不然你就在家纳鞋底儿吧。纳鞋底儿？前2天呐，市妇联发出倡议，号召咱们全市的妇女都行动起来。给志愿军捐献1万双鞋呢！真的啊！哎呦，那太好了！哎，我就说嘛，你看你心灵手巧，在老家还做过军鞋，你肯定没问题。没问题，纳鞋底俺会，那俺在家纳鞋底，咱支援那个志愿军。哎呀，我太行了！老乡，请问，再往前走，是不是就是黑龙山了？你是来爬山的吧？就算是吧。那我劝你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？以前也有外地人进去过，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。
你还是回去吧，别再往里走了。好好好，谢谢，我会注意的。老易同志，真是抱歉，我又要食言了。本来已经答应你5年之内不安排任何任务，但是敌人不答应了。这不，他们现在又开始惊蛰行动了，而且来势汹汹。首长，我是一名战士，永远不会放下手中的枪。起来，快起来！快点！老实点！你是不是曹创？是我。曹创，政府明明宽大了你，不再追究你在军统的历史问题。可是你小子呢，竟然不知悔改，继续干起了特务的勾当。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？曹创，我们来的路上，上司可说，如果你不老实交代，我们随时可以干掉你。说，你来绘图，是不是一个叫邱福臣的女人指使的？张倩倩被杀一案，摆明了就是敌人搞的一次栽赃陷害。可是敌人为什么偏偏要陷害陆凯，而不是别人呢？人怕出名，猪怕壮啊！陆凯是众所周知的侦察英雄，敌人一定把他视作执行计划的最大障碍，所以想借我们的手把他给除掉。也是啊，陆凯，平常你这个人行事太高调了。局长，就算我高调，我也不会拿党纪国法开玩笑，我更不会草菅人命。刚才厅长可说了，这明摆着它是个陷阱啊！这是敌人对我们搞的一次火力侦察，但是他们大大低估了我们对自己同志忠诚度的认可了。他们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过早的暴露了他们的企图。我们就要将计就计，打他一个绝地反击。别动！慢慢的把身体转过来。说说吧，你一个人来这山城老林干什么呀？能找到这儿来，
我肯定是要找一个能吃饭的地方。投奔我们？你叫什么呀？曲立明。在哪儿发财呀？来之前在省供销社做押运员。就你说的这些是真是假，谁能给你证明呢？我这儿有谍报处处长魏延田亲自给我颁发的潜伏证明。拿来让我看看。如果不是被叛徒出卖，我也不会中断潜伏任务来投靠你们的。你是被什么人出卖了？把枪放下。徐立明，你接着说吧。说来话长，我是被自己人出卖的，但是你们放心，在我来之前，已经把他给干掉了。兄弟，还没问尊姓大名啊？他叫吴四，是我们一大队队长。啊，吴队长，以后还要多多关照。好说好说。徐立明啊，不瞒你说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。树在下愚钝，吴队长，什么意思？告诉你这个秘密也无妨。就是最近，我们忠义兄弟会已经成了香饽饽了，人人都在抢，什么党通局、保密局都在花重金想要招安我们。你这时候来加盟，可是赶上好时候了。徐立明，你可要把握好这个大好时机呀！吴队长，你放心，我曲立明愿为党国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收队，好吧。你敢打我？我敢打你！我不但敢打你，我还想打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姓邱的，你们他妈拿我当猴耍呢？啊！你们压根儿就没把我放在眼里，还找些个流氓地痞耍弄我，真刀真枪轮流上，你们真想把我逼死而后快吗？姓邱的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要把我逼急了，不然的话，老子不干了。大不了我上公安局我自首去，让你们谁都没有好日子过。曹创，对不起啊，真心的。我知道我不该向你隐瞒实情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。现在共党的谍报人员是无孔不入，这都是二叔的意思。用人必疑，凡是参加行动的人都是查完再查的，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都是确保万无一失，对吧？我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也不敢违抗命令呀。姓邱的，我告诉你，在我眼里，你不过是个起点而已。二叔才是我的归宿。邱和臣，请你转告二叔，我要见他。如果他不想见我，继续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来考验我，那对不起，老子不干了。从今以后，隐姓埋名，远走他乡，总比现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要强。鉴于曹创贪污过晚，个人私欲极度膨胀，他已经不适合留在局里工作了。我提议把他调离公安战线，另行安排工作。曹创，你可以走了。
我对不起大家，给你们丢脸了。今天对曹创的处理，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都要引以为戒。散会。钓了几条鱼啊？不多，3条。3条都什么鱼？自己看看吧，鲫鱼。我看不像，是草鱼吧？你就是二叔？不错，曹先生，你可真是不见真佛不烧香啊！听说你对组织上的考验很反感。我非常理解上峰的良苦用心，但是你们不能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拿我逗着玩吧？曹先生，我们可没有拿你逗着玩啊！我们让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惊蛰行动密切相关。就拿让你测绘的地形图来说吧，如果没有它，惊蛰行动根本不可能完成。我可是老军统，军统的规矩我懂，活儿我可以干，但是我心里憋着一口气，就是撒不出来，就是因为你们一直拿我当猴耍。曹先生，有些事情我们也很无奈，我想你是明白的。现在正值党国用人之际，希望你把度量放大一点，胸怀呢再放宽广一些，眼光再放长远一些。如果惊蛰行动一旦行动成功，那么党国复兴的步伐将大大加快，到时候在功劳簿上，我们会为你重重的加上一笔的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哎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？今后若无特殊情况，我们最好不要直接见面了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共产党耳目众多，直接见面会很危险的。那我经费怎么办？怎么？邱佛臣没给你吗？给是给了，但是太少啊！我要求再增加1倍。曹先生，经费的支出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啊。正因为不是小问题，我才郑重其事的跟你面对面的提出。哎，你们要是对我的开销有质疑、不信任，可以去查呀。可是现在的经费支出情况已经影响到了测量和绘图的正常进行。这么说吧，要是还是这点钱，这活我干不了了。曹先生，你的这个态度，我很担心呐。这要是让毛局长知道，你觉得会怎么样啊？经费，我会尽量按你说的，给你增加1倍。不过，无论是在态度问题上，还是在花钱问题上，你都要向共产党学习。人家是有钱没钱，豁出命来也要完成任务的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现在出卖党国利益的人不在少数，摇摆不定的，事不关己的，随时打算向共党投诚的，那更是数不胜数。你们花这点钱在我这儿能买到服务，我就觉得不错了。看你这副贪财的嘴脸，你就做不了共产党。我倒是想入呢，人家还得要你呢。来，先给立明兄弟尝尝点啊！咱忠义兄弟会就这条件，见过点，见过点啊！你们几个就自……别动！干什么？不动！干什么？我们吃饭呢！闭嘴！
别给自己找麻烦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带走。走。没事，几位兄弟，没事啊。兄弟，有什么话咱好。我是兄弟。停！你上山来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咱俩又不是没见过。如果你还是硬撑着的话，那这后果就很难预料了。我说，我都说。你小子还算识相啊，说吧。不是我识不识相的问题，你们没等问呢，就开始打上了。我是公安局侦查科科长陆凯，因为遭人陷害受到了贬斥，走投无路，我才偷了潜伏证明来投奔你们的。哦，那我问你啊，这潜伏证明从哪儿偷的呀？废话嘛，档案室。档案室。来，给我接着打，一直打到他说实话。哎，兄弟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不然你派人你去调查调查去。不是，我说你们讲点道理行不行啊？其实我对你并不陌生，你叫山口俊一，而且我还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全部都是虚构的。可是这一切都过去了啊！我费这么大劲把你从保密局那帮王八蛋手里抢过来，不是为了杀你的。我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。当年你们一共制造了多少细菌武器？而他们现在是不是都被藏在这儿了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叫山口惠子？你不说我就当你是默认了。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不想她吗？多可爱的日本女孩啊！不错，我的确有个女儿叫山口惠子，但是后来在广岛，她被美国人的原子弹炸死了。你撒谎！但是你的
的中文说的还是不错的。没关系，来日方长。带上来。姓陆的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你说出共党派你来的目的，我不仅可以放了你，还可以亲自送你下山。怎么样？兄弟，帮我一把，来个痛快的。好，嘴硬是吧？那我就成全你。等一下！二哥，没想到是我吧？咱们今天可以说是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！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走，咱们到里边去，对酒当歌，畅叙别离之情。顺便回答你所有的疑问。二哥，这杯酒算是我给你赔罪了。你何罪之有啊？二哥前来，我招待不周，让二哥受了皮肉之苦，所以理当赔罪。我受点皮肉之苦不算什么，但是有些事情，你得跟我解释清楚吧。二哥是说，当年，1948年10月30号，正当你向我军投诚的关键时刻，为什么你要炸死，而且还隐藏了这么久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炸死。你用这个词儿来形容我当时的举动，基本上是准确的。但是你现在在问我，炸死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恐怕得问你们了吧？我们？我们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出尔反尔，背信弃义，说一套做一套。不但没有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出现在接头地点，还有人在我乘坐的吉普车上安置了一个炸弹，企图将我炸死。现在你在问我炸死的目的是什么？二哥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就是为了保住我这条命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想再为了什么虚无缥缈的信仰连累我的家人。所以，我的选择是隐身遁形。我在暗中窥探，我曾信任过的二哥，还将做出何等不义之举？我这个解释，你满意吗？也就是说，你是这么理解的：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对我们一直怀恨在心。然也。好。如果我告诉你，当年就在我赶往接头地点的路上，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的伏击，所以才耽搁了我们接头的时间，你信吗？而且
我赶到了接头地点，也发现了你。就在我追赶你的同时，你乘坐的那辆吉普车，在离我不到3米的地方它爆炸了。我也是身负重伤，你信吗？当我告诉你这一切，你作何感想啊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个炸弹跟你没有关系啊？就算我愚蠢，也没有愚蠢到连我自己都要一起炸死的份上吧。好，给我证据。我有人证，而且这个人你也认识。谁啊？你我的大哥曹创。他能拿出什么证明你是无辜的呀？如果我和你讲兄弟情谊，你肯定不信。可惜，大哥这个时候不在这儿，要不然他就能说清楚了。我问你，你对吉普车爆炸之前的事情了解多少？显然是知道的不多。那好，我来告诉你。当年，就在你乘坐的那辆吉普车开出办公大院的同时，大哥就截获了国民党军统下令要密采你的电报，因此他也赶到了我们接头的地点，亲眼目睹了爆炸的全过程。那他就怀疑了，是有人早于保密局下达命令前要杀你，而且也获悉到你要秘密起义的情况，所以才会在你乘坐的那辆吉普车上安装定时炸弹，并且派人伪装成我方人员，阻挠我们的那次见面。我们逃过了一劫，并没有死。盛文，你是我们兄弟3人当中最优秀的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你过于主观，过于冲动了。你仔细想一想，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，是谁最想置你于死地？是谁最想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？当然是与我们不共戴天的麻雀。不是我吧？这也正好印证了大哥的推测，麻雀他最有可能。好，二哥，我暂时相信你。但是，请你立即安排大哥与我见面，同时，你要拿出证据，证明不是你陆凯要置我于死地。可以，但现在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又在敷衍我。盛文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一直潜藏在地下。当然了，作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人员，对于地面上的事儿，你多少也是清楚的。否则，你不会轻易抓到我的。那大哥的事儿，你是不是也知道一些？他现在焦头烂额，至于他在哪儿，我真不知道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今天要是拿不出证据，你就甭想活着从这儿出去。太熟悉了，这句话，你跟我说过不止1次。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？呸！二哥，崔胜门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什么？3弟。好。哎呦，你今天如果不告诉我真相，那你就是要逼死我。老三，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啊？一边是党国，一边是兄弟，我都不能放弃。但是我作为一个党国的军人，我必须保护这份荣耀。我只能选择自裁。你不能这样逼你二哥。我数到3，如果你没有给我真相，大哥、二哥，咱们地狱见。1。3、2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真相。好，我
我说，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。如果你觉得我是共产党，我就是共产党，但我永远是你二哥。满意了吧？你终于可以向你的上峰交差了，用兄弟的血来染红你的战袍。从此以后，加官进级，荣华富贵唾手可得，想想都自在。我就是那种贪图荣华富贵、不仁不义的小人，但是有一点永远都不会变，你永远是我二哥，我们永远是兄弟。永远记住8个字：患难与共，生死相托。现在想要做到这8个字，可就难了。不难，还是8个字：离开黑暗，走进光明。之前你就要投诚，现在为什么不主动辞手呢？行了，回去告诉你们二叔，如果怕死，就一直做缩头乌龟。这是野狼的声音，确信无疑。声音的比对，你敢肯定？可以肯定，与我们此前存档的讲话录音相比，声波和重音习惯完全一致，所以我们可以肯定，他就是1年前被炸失踪的保密局春城站代号野狼的特工人员。长官，当年野狼投共时，携带着一批绝密文件，这里就包括了惊蛰行动所急需的那份藏有枪支弹药的地库施工图。好啊，马上电令二叔，让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，都必须要让野狼交出此图，否则严惩不贷。是。盛文，你还别说，这个山洞是绝好的藏身之所。你是怎么找到的？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是省里一个地质学专家发现的，后来告诉了我。有了藏身之所，你就可以带着你的这帮弟兄们胡作非为了，是吧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外边已经是阳光明媚了，你要躲在这个幽暗的角落里面，撑多久啊？外边，我还有二哥这样的好人吗？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此话怎讲？现如今，我遭人陷害，如丧家之犬。你所说的好人，恐怕这世界上没有了。二哥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多数人都过着双重的人生。你的双重人生会把你引向天堂，而我的会把我带向地狱。陈伟，好了，二哥，不说这些了。我呢，要带你去见一个人。我可以这样告诉你：从现在乃至于以后，我要做的事情，都跟这个人有关系。他就是我想让你见的人。
从你的表情，我能判断出，你似乎见过这个人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你手下的手段很高明。不，他是我从保密局手里抢过来的。你抢他干什么？简单的说，2个字儿：报仇。二哥，你跟我来。我就是为了他们，为了他们这些在同一天死去的兄弟们报仇。你还记得我们那次闪电行动吗？我怎么能忘记呢？那次行动可惜啊，失败了。